很多人可能也会认为说，借钱给员工可能会对公司带来负面的影响，真的是这样子吗？在实际上是会出现这些问题的。如果你不给员工一个方案来提早领薪水，他们一定有别的方案来去找钱买，打窿啊，高利贷高利贷啊，那些不良好的渠道，因为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东西，需要钱的时候，有什么紧急的时候还得找钱啊。公司它为什么会拖员工的薪水？因为他先把员工的薪水作为一个流动资金。对，所以你们这个解决方案其实就是要鼓励公司提早发放这个薪水，不是鼓励公司提早放薪水，我们会帮公司提早发薪水。哦。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是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呢，还是要请大家要记得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那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呢，都会非常关注一件事情，就是这家公司它究竟能不能够准时的发薪水。但是走到今天的这个时代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职场找工作的时候呢，在乎的已经不完全是能不能够准时发薪，而是这家公司它有没有竞争力啊。那其实现在呢，大家都能够在找工作的时候去更进一步的去思考到说，公司能不能够帮助自己来实现所谓的财务健康啊，来提供真正的保障。然而很多的上班族呢，可能比较缺乏理财的观念，所以呢就会导致自己在月底的时候呢囊中羞涩，资金紧张啊，甚至可能不得不向公司的老板来借钱。但是当企业面对要来借钱的员工的时候呢，到底要不要借，这可能也是一个蛮矛盾而且是蛮尴尬的一个局面啊。如果不借的话，那员工他所面临的这个资金的压力又要如何来解决，这个可能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要来聊的是一个全新的薪资解决方案。这个薪资解决方案呢，叫做 Earned Wage Access EWA。那么其实它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来解决借不借钱的一个困境，那它还能够提升招聘的竞争力，还有留住人才，并且优化企业的现金流，让公司还有员工来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啊。那么今天要来深入的探讨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别请到了 Celery 的 CEO Charles 周景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 Charles 他在这个企业财务并购，还有这个企业的重组，还有资产重组方面呢，他有20多年的经验。那么今天他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进行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啊。我们先来欢迎 Charles， 欢迎你，可不可以来在节目当中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呢？好，谢谢能杰，欢迎我来到你们节目。我名叫 Charles， 我是 Celery 的总裁，来自新加坡。其实，而之前我自己的背景是做财务咨询跟投资管理那方面的，是，所以一路来是在这个 financial industry。有20多年的经验，非常丰富的经验。是，谢谢。那其实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你啊，因为当我看到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有感，因为我过去曾经自己也是一个年轻的上班族，然后过去可能也是因为理财的知识不足，所以可能到月底的时候钱不够用啊。我是没有跟公司借过钱，但是我听过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有这样子的念头，甚至是真的想要去跟公司借钱啊。那其实究竟公司该不该借钱给员工呢？这个会如何影响公司？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来集中探讨的一个话题嘛。对啊，那所以我很想要先来请教您的就是说，其实老板不愿意借钱给员工，但如果员工面临到财务的问题的话，那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可能也会认为说，借钱给员工可能会对公司带来负面的影响，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看的在实际上是会出现这些问题的。如果你不给员工一个方案来提早领薪水，他们一定有别的方案来去找钱买，打窿啊，高利贷啊，那些不良好的渠道。
因为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东西。没错如。果你需要钱的时候，有什么紧急的时候，还得找钱啊，而往往这些东西你也是控制不了的。好，那么其实如果公司借钱给员工的话呢，它其实就会模糊了这个老板跟员工之间的这种界限以及关系嘛，对不对？那员工可能就会把公司当作是一个借贷机构，那搞不好这个员工他就不是很尊重老板了。对对，会导致这种现象吧。而且很像，如果公司借钱给员工的话呢，那也会影响到公司的现金流的，对吗？对，通常公司已经指定了他自己原本的现金流，可是如果员工想提早领薪水，这个会对财务那方面跟公司的流动资金会导致对，就会造成这种一种捣乱资金流的这个压力。对对啊，对，您讲捣乱这个，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啊，而且它可能也会造成不公平性，对不对？因为你如果很像借钱给一个员工，没有借给另外一个员工的话，是不是也会造成公司大家会有一些觉得，哎，老板怎么不公平？对，如果一些员工知道这种不公平的，还是我们叫 favoritism 嘛，老板的一个favoritism 的一个动作，是，可能你本来没有想要偏心谁，但是因为你只是看到员工有这样子的需要，你借钱给他，对啊，就造成了可能员工会认为说你有 favoritism，对对对啊，所以这个也不太好。多一个点，我们看到也是有些员工甚于跟自己的同事也是借钱，如果你没有一个别的渠道、别的方案，而这个文化会也是很捣乱公司的一个运营嘛，是也会影响到同事之间的关系，对，因为借了钱，可能有时候又没有还钱的话，哇，那公司里面的气氛就会变得非常的奇怪，而老板又不懂哦。对，看来您蛮有经验在这一方面，因为毕竟你20多年的经验啊。谢谢。对，那其实你们 Salary 呢，其实有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案嘛？因为看起来在公司里面借钱借来借去的话，不管是老板借给员工，或者是员工之间互借，它都是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啊。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 Salary 其实提供了一个怎么样子的解决方案呢？所以我们是算是一个digital 的一个平台，专门给员工提早领他们的薪水。哦，提早领他们的薪水，对，怎么说呢？尤其是在亚洲，大多数的公司出粮的时候是月底才出粮，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公平的？这个也很难讲，因为通常你员工做了一天的工作，原本你应该已经拿你的薪水，可是为什么导致这个公司会拖你的薪水到月底呢？是公司在利用员工的流动资金没？可以这样的想的这种是，就是公司它为什么会拖员工的薪水？因为他先把员工的薪水作为一个流动资金，对，所以就拖。所以你们这个解决方案其实就是要鼓励公司提早发放这个薪水，不是鼓励公司提早放薪水，我们会帮公司提早发薪水。哦 ，OK， 所以这个其实就会减轻了这个企业啊，让他不需要去承担额外的财务压力，然后确保职场关系更加的健康稳定嘛，对不对？对，而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的一个平台给他使用，所以每个员工出粮，他提早领多少，我们的提供的这个平台是很透明的，看到完了。好，了解。好，那么其实接下来想要跟您探讨一下就是在这个招聘市场非常竞争激烈的情况底下，其实你们 Salary 要如何帮助企业提升吸引力呢？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企业都面临这个招聘非常的困难有工作有职位，但是找不到人，找到了人呢，要把人留下来又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啊。所以你们 Salary 要如何帮助企业来提升这一方面的竞争力？可不可以这个部分也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我给你一个例子吧。之前我一个客户，他是蛮大的一个 F&B 的一个企业，其中一个牌子是 A&W， 所以真的很大的牌子。A&W 的竞争者是 KFC 嘛，KFC 已经有相似的这种提早领薪水的一个平台，他们的员工是蛮底薪的，现在马来西亚最底薪是1700开始嘛，所以这些比较底薪的员工呢，他现在如果在 KFC 做工的时候，他可以提早领薪水，那他有什么优势在 A&W 做工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 A&W 有了这
早一点出粮的一个平台给员工的话，他们就有这个每天出粮的一个文化，他就会想留在 NW， 继续做工。对，是，就这样子，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这个企业能够留住好的人才啊、对。你们在提升雇主的品牌的部分的话，其实你们有提供这个 EWA 来显示公司关心员工的财务健康，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对。所以其实这个 Earn Wage Access EWA， 它真的是对于企业招募人才的方面，它是具有吸引力的，对吗？这个模式其实在美国跟欧洲是很成熟的一个模式，只是在亚洲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把这个模式带来亚洲来开发。所以在美国跟欧洲真的是有这个给公司的这个优势吧，来留住最好的人才。OK， 那其实呢，有研究显示说，这个财务压力是员工离职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啊。所以这个灵活的薪资能够有效的提升员工的留任率。对，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谈一下说，什么叫做灵活的薪资呢？OK， 因为我们这个 Salary 的这个平台是给员工的一个提早领薪水的优先权，他的权利。如果他不提早，也是他的选择，没有逼迫的。可是当他需要钱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渠道嘛。OK， 给他这个渠道来提早领薪水。所以有这个灵活性。对，所以是灵活性。对，所以理财能力比较好的员工，他可能就选择1个月才领一次。对，那可能有一些员工他选择他想1个星期发放一次，对，也是可以。往往你会有什么需要钱的急用嘛？如果你没有这个平台来提早领薪水，你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嘛。可是有了 salary， 你就有这个权利啦，有这个 option。那对您自己来说，您会比较希望说这个灵活性，它是不是也能够落实到每一天领薪水呢？因为我们对，包括每一天也可以。对，我们salary 的平台也是有一个给你选的一个算是一个 function 嘛。如果你选出那个 function， 我们叫做 daily auto cash out， 你就每一天很准时的8点晚上。你就会收到你的薪水。其实，在西方的这个企业文化里面，有很多都是日薪制的，所以你们把这种日薪的这个模式也带到这个我们亚洲或者是马来西亚的企业当中。其实，在西方国家还是算是2个礼拜或是每一周发薪了，不是每一天啦。可是用了我们的平台，你几乎每一天要发薪也是可以的。了解。那我们可能可以来聊一下这个 Salary 在 ESG 框架当中的一个角色因为现在真的要履行社会责任变成是企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那么所以其实你们公司在 ESG 在环境社会治理在这个部分其实你们扮演一些怎么样子的角色呢？说 ESG 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是那个 S 的那个板块嘛，social 是真的是大环境，是帮助人民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也是很希望我们的 salary 的这个平台也可以帮助到员工减压他们的这个财务的一个管理。是。就是帮助他们在财务上面更能够去没有负担、没有压力的，这样子其实员工也能够更认真的来工作。打岔一下，多一个点是也是帮到企业的流动资金，因为往往如果需要早一点出粮，公司也会有压力。可是用了我们 salary 平台，我们是帮公司先出粮嘛，所以那个也会减轻。公司那方面的压力也是 ，okay， 而且减少了很多社会问题，因为对，是我们现在看到说，只要员工没有钱，可能就去找高利贷，衍生出很多社会问题嘛，对不对？所以你们帮助减少社会问题啊，这个也是加强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啊。那么其实它也可以帮助企业的形象变得更好，对不对？对，刚才我们所谈嘛，有了一个平台给员工提早领薪水，
是一个算是一个优势，跟企业可以带给员工的一个福利吧。那我想接下来可能我们谈一下，就是关于这个 Salary 跟这个银行的合作啊，如何透过跟银行的合作来帮助企业准时的发薪。因为现在我知道有一些企业，特别是传统的企业啊，他们可能要等到7号才发工资，那有些员工就希望说，老板可不可以在月初就把薪水就发给我啊？但是可能有些企业，特别是一些传统的公司、传统的老板，他们的想法还是非常的固化，还是在7号发，那员工就觉得说非常的无奈。所以其实你们 Salary 如何帮助企业来做到提前发工资，特别是在跟这个银行的合作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来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下？好，自我了解，在马来西亚的法律上，公司可以最迟可以等到下个月的7号来出粮，所以用了我们的 salary， 因为我们跟银行合作嘛，如果公司鼓励员工用我们的这个平台，银行也会给一些优势，会给一些回扣，给回公司，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用越多，用越早，回扣会越多。所以这个回扣是大概是多少呢？是到3% 的一个cash rebate 3%的这个现金回扣。对，但其实这个现金回扣它是要怎么样子执行呢？通常我们是因为用了我们的平台，你会继续再使用嘛，所以等到下个月的一个出粮，看是多少钱，我们会算总数额来扣掉那个3% 的一个回扣。而且据我知道，很像是企业越提早来发薪水，这个回扣就越高，是吗？对对对。那这个其实就是在鼓励企业准时的发薪水啦。准时的发薪水，对。那其实透过跟银行合作呢，你们帮助企业来灵活的管理这个薪资的支出啊。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对于这个企业它的现金流的一个优化也是有帮助的？也是有帮助，对对，因为用我们的平台，企业可以省住它的流动资金嘛，我们的平台帮他们先出粮嘛，早一点出粮嘛。了解。那么其实也可以提升员工对于公司的这个满意度，对吗？对，满意度跟信心度，对。是，其实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子来执行呢？因为听起来很像是跟银行借贷吗？是借贷的概念吗？需要还利息吗？不是，我们跟银行合作，是银行会贷给我们这些资金，说那是我们跟银行的一个安排。OK，等我们有这个资金的话，我们才可以跟公司合作啊，因为有利息的话，可能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一个新的负担了。对对。但所以你们就是其实是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企业的形象，然后又帮他们减轻负担。我们来回答一些可能企业老板会问的一些问题好了，对不对？因为可能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来使用 salary 而不是传统的 payroll 的方式啊？那许多公司可能会直接给员工预支薪资啊。那为什么还需要 salary？ 我自己做就好啦，为什么需要用你们的平台呢？所以刚才我们所谈到的是，我们先帮公司先出粮嘛，所以公司跟老板也可以省下这笔流动资金来做他们别的消费OK， 就是帮助公司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现金流，对可能在不管是投资啊，或者是公司可能需要用钱的地方，他们可以先使用到这些的流动资金啊。对，那其实传统的这个预付薪资，企业要先自己垫嘛，所以用你们的平台，他就不用自己先垫这个薪资了。对，是这个概念没错。这个概念，而我们的这个平台是一个 digital 的一个系统嘛，所以如果你做 HR 还是财务那方面，是会比较少的错误，是因为它是一个全数位的一个平台。对，那其实也可以降低财务跟 HR 的风险。然后还有可能在这个管理不公平，我们刚开始有提到的嘛，也可以降低这一方面的顾虑。Salary 让企业来提供这个灵活的薪资啊，它其实还可以来避免掉哪一些的这个财务的风险呢？如果你说算薪水也好，你说一个独立的一个角色也好，我们是一个很透明的系统。
会避免这些透明很重要，对，因为透明的系统就会避免掉一些的风险。对，是因为人为总是会有错误嘛。对。好，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未来薪资的一些新的趋势啊。这可能就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企业需要现在就来使用像你们这样子 Salary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可能你看现在的生活方式吧，是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YOLO 的一个生活方式 ，You only live once。没错，所以消费者现在也是一直在需要他们个人的流动资金，所以如果他们提早零税税，他们也可以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对，幸福感跟他们的生活方式，幸福感很重要，对不对？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现在看到一个东西，他就马上想要。如果你要他留到这个月底领到薪水才去买东西的话，他幸福感可能就比较少一点。可是也不是仅仅鼓励他消费啦，往往真的是有家里的急事，还是说他们需要提早的一笔钱。我们的这个 salary 平台就可以提供，而且你们这个 Earn Wage Access EWA 的系统，现在是真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思考要往这个方向前进，是吗？对，我们的客户群现在也是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很感兴趣给员工这个福利吧。那其实从你们去架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从一开始到现在，你自己看到，其实企业对于你们系统这个观念的改变啊，是不是会从一开始有点排斥，对，到慢慢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往往要争取一个企业的一个认可，需要很长的时间，好几个月，他们才看得到我们的这个平台的优势，所以是一个过程吧。一个教育的一个过程。其实你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来做这个平台呢？之前我是做财务咨询跟投资管理20多年的经验嘛，所以我是financial fin 的那板块，而我的合作伙伴是 tech 的那方面，他是有10多年的一个做系统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合作起来做出的这个 FinTech 的一个平台。所以当初你是怎么样子看到这个需要的？是从身边的朋友他们有聊起这种需求，还是你自身的一种人生的体验或者是人生的经验，告诉你说，这个其实是市场上很需要的一个服务呢？对，两个都有啊。而我身为的你看得到，现在很多消费者他们的债券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就是债务的压力越来越大，跟大耳窿借钱也是这个现象，也是很普遍的，对，很普遍的。所以我看这个市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啊。但是你在做这个系统的时候，难道不怕被大耳窿对付吗？他们觉得哇，有了这个系统之后，以后谁还要跟我们借钱呢？有这一层担忧跟顾虑吗？这样我还是很相信我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这边的治安跟法律对是 OK。其实你在做的是一个好事。然后帮助大家，特别是现在的上班族，除了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之外呢，也让他们的财务能够更加的健康，进而也可以提升企业的形象，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能够留住人才。对，所以其实 Salary 这个平台它有很多的好处。那可能最后可不可以请你也可以在节目最后来呼吁，如果想要使用这个平台以及服务的企业主，他们应该怎么做呢？对，还是他们应该如何透过怎么样子的管道能够联络到你们？先可以去我们的网络网站www.salary.my， 而 salary 的这个名称是 set your salary 的一个概念 SETLARY。可以去我们网站联络我们。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来补充的吗？希望我们的这个 Salary 的一个平台可以帮助公司留住人才，
而也可以帮助公司的流动资金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领域。对，最重要的其实您刚才有提到，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薪资的一个新的趋势啊，所以可能也是很多的企业老板可以来重新思考，是否要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对你的公司来说，它代表一个怎么样子的意义？对于未来的趋势，你是不是能够很快的抓住？我想这些都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今天再次非常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当然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使用这个 Celery 的这个平台的服务的话呢，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的网站去找到他们的服务。今天非常感谢 Celery 的 CEO Charles 来到节目当中。不晓得你对于今天的访问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财经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